这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福冈市区的10个必玩景点加美食，超好逛的天神地下街，美丽的街天神社，能俯瞰福冈夜景的福冈塔，在大考公园逛隐秘的日本庭园，体验日本屋台文化，吃福冈必吃的沾面，还有超美味的烤鱼料理。想知道福冈怎么玩、怎么吃，交通怎么搭，6天5夜要花多少钱？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继上一次的北海道之旅，这次我们来到九州第一大城福冈。接下来的6天5夜行程非常特别。前2天呢，我们会自己在福冈市区吃喝玩乐、逛逛街。后面4天呢，要带着我们的家人，这一次是10人大团，一起到太宰府天满宫，还有九重梦大桥、别府地狱谷，最后再到最热门的温泉小镇游步院。那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九州的福冈有什么好玩的吧 ！Let's go！ 啊，对了，跟大家抱怨一下。我这件衣服上次穿已经是1年多前去京都、大阪的时候穿的，结果呢一直放在衣橱里，它居然给我脱皮了。大家看这个脱皮的风衣，如果不顺眼的话，还请大家包涵一下哦。福冈是日本第6大城，也名列日本4大美食之都，距离台湾只要2小时的飞行时间，从机场到市区也只要短短15分钟，非常方便。这次福冈之旅来回搭乘台湾虎航，这次买快闪特价还要6833。疫情前来福冈才3000多的票已经回不去啦。第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天神商圈。天神商圈是购物中心与潮流的集散地，这边有非常多的知名百货公司，还有老字号品牌，甚至还有一整条的天神地下街。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吧。我们现在来逛天神地下街。天神地下街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商店街，它是仿欧式的街道，有这种石砖，随处都可以见到这种欧式街灯，上面呢是蕾丝的雕花，整条商店街非常漂亮，给人满满异国的氛围感。这条商店街可以直接通到那边的大丸百货，然后另一头是通到三月百货。走一走，走到 Press Butter Stand 九州限定草莓口味，口味好多哦，有苹果、栗子、白巧克力。3月百货买草莓，我买这一只熊本熊的，才647耶，超便宜的。现在我们在天神这边要吃午餐啦，那么午餐吃的就是这间超有名的葫芦寿司。它在这间全家旁边是一间非常小的店，但是非常的有名，很多人都推荐来天神一定要吃。我们下午1点过来。它在2楼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排到这里了，超多人。它的菜单蛮多样的，我们今天点了一个串烧，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寿司，我们就各自点了喜欢的。它的组合套餐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。那不过我们今天就是都点自己喜欢吃单点的。它的干贝也是超大一个，龟卵爆出来了，我来吃吃看。那干贝的鲜甜味整个扩散出来，哇！而且超级新鲜，吃起来有够鲜甜，好好吃，超赞。鲑鱼也是一样，入口即化，超好吃。我觉得比我们上个月去北海道吃的那个根式花丸还要好吃。炙烧鲑鱼明太子还有炙烧明太子花枝也很赞，它的明太子超大一坨，吃起来好罪恶。所有寿司看起来都是很精致又好吃。串烧上来了，哇，摆盘摆得好丰盛哦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它的汁整个在滴耶。刚刚我们吃葫芦寿司的时候出包了，身上只剩下上次我们去北海道剩了11000日元，菜上来我们全部都没看，太饿了，直接想吃什么点什么，花了7600日元，差一点不够。来福冈的第1餐就花掉2/3的现金。要怎么前往天神商圈呢？搭地铁机场线到天神站，或七威线到天神南站都可以。葫芦寿司就在这2站的中间。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结田神社。结田神社是福冈历史最悠久的神社，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，被视为是博多的守护神。我们今天非常幸运，刚好是2月来遇到节分大祭才会有的福神面具。这个福神面具是日本最大的一个，听说只要从它的嘴巴钻过去，就可以招来1整年份的幸运。耶，钻过来了。进来之后啊，它的天花板上还有这一个12生肖的幸运方位轮盘，可以看看自己的幸运方位在哪一个地方。
要先来手水社净化一下心灵。净化完成后，就可以到本殿参拜了。我很喜欢接天神社的氛围，不止庄严，又很漂亮。来到接天神社，一定要来喝灵泉鹤井水。据说这个泉水是传说中的灵泉，喝了就可以延年益寿。喝的话要分3口，第1口为自己喝，第2口是家人，第3口是为身边所有的人。那喝完呢，大家就都能延年益寿啦。不过水蛮咸的，所以大家要适量饮用哦。那我们参拜完成之后，走到旁边这里有一个巨型山立。也是来到接天神社必看的。这个巨型山立是每年7月的博多奇缘山立，奉献给神明的神教，那是为了要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这个巨型山立超巨大，不知道到底有几米高。在祭典的时候，扛着这个巨型山立，那一些人也是很厉害。山立上面都会有跟日本一些古典传说相关的人物在上面，旁边还有历代的相扑力士要献给神明的历史。那其中这边还有一颗4石可以试爆，我抱抱看，开始超重的啦，抱不起来，太重了，相扑力士太厉害了，完全抱不起来。抱完砾石，继续往后走，接天神社的周围也有许多其他小神社，也有玉神牛雕像，也别忘了买玉手。我真的很喜欢接天神社，第3天晚上又带家人再来一次。晚上的接天神社也很漂亮，灯笼与夜灯点亮后的神社也有另一种不同的感觉，推荐大家白天晚上都能来。我们从接天神社后面出来呢，刚好就可以衔接到这一条川端通商店街，它也是一条很有名、大家很爱逛的商店街哦。要怎么前往接天神社呢？搭地铁七威线到接天神社前站就可以抵达。那现在已经到我们的饭店了 ，Hotel Monte Amna。刚我要 check in 的时候，柜台人员说找不到我的订房资料，结果我居然订错日期，去了那么多国家，第1次订错，还好他们还有房间，所以马上重新订，不然差点就要露宿街头了。那大家进来呢，大厅是算还蛮不错，很舒服，很干净。它的房间走廊算是很宽敞的，房间呢也算还 OK，2张单人床，然后是有采光的。我们今天住11楼，看出去可以看到城市。不过我觉得房间的装潢就比较没有那么有质感，像它这个莫名的泡泡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厕所呢，大小算是比较偏小一点。那我觉得福冈的弱项就是房价太贵，虽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，但随便起跳大概都要3000多。这间已经是我们订到很便宜的，大概2000多块。然后房间的大小算是还蛮满意的，还 OK。那昨天呢，我们在这间 Monte Amna 睡的，我觉得它床还算蛮舒服的。那它的优点就是它离捷运站3到5分钟而已，然后楼下有超商跟超市，地理位置算还不错，然后房间空间蛮大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的一些小细节做的就是普普通通，像是它的装潢比较老旧一点，然后这间饭店的 WiFi 稍微有一点卡卡。还有这次来日本，我使用来自日本的 eSIM 品牌 Triva 网络稳定不降速，吃到饱还能开启分享给别人，流量型可以在 App 查看剩余的流量，不怕突然用完，而且就算用完了也可以直接线上购买，非常方便。全球超过200多个国家都能使用，而且 Triva 它有自己专属的 App， 在 App 上面手指点一点就可以轻松安装，都不需要另外再扫描 QR code。不太会用3C 的长辈都可以自己轻松操作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它还有24小时的线上客服，你如果在国外遇到网络的任何问题，都可以直接线上询问，及时解决。如果下次出国有需要用到 eSIM 的话，就试试看 Triva 吧。输入我的优惠码还可以享有折扣哦。要怎么前往蒙特埃马纳酒店呢？搭地铁七威线到渡边通站，步行3分钟就可以抵达。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福冈塔，这一栋超级高的福冈塔，它是福冈最高的建筑物，也是日本的第3高塔，仅次于晴空塔跟东京铁塔。那它同时也是全日本最高的海滨塔。福冈塔它是1989年的时候，为了纪念亚洲太平洋博览会而建立的。外观是一种很帅气的三角形，造型很前卫，而且同时呼应了福冈市的市徽。然后上去福冈塔，我们要先在售票台这边买票，或是呢可以先上 Klook 买好票，但是一样要排队，价格会比现场排队便宜一点点。我们现在上去它的观景台看啦，
门票上有福冈塔的图案，电梯上面有漂亮的灯。排电梯大概花了30分钟。透明电梯里可以看到福冈塔内的结构。我们现在到123公尺高的顶楼展望台了，这边可以看到福冈市夜景，超级漂亮。它是360度都可以看到不一样角度的福冈夜景。哇，超漂亮的耶！这边夜景超美的，而且这一边还有一个会发亮的地板，这边是要排队才可以在这边拍。哇，好赞哦！在这边看夜景蛮浪漫的，而且我觉得福冈塔的设计很不错，它会把这里的灯全部都关起来，所以你在拍那个夜景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反光的问题。它这里的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漂亮，不只可以看到城市，还可以看到海边。福冈塔的夜景真的很美，我们在这里拍了好久的时间，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福冈市区的夜景，夜景非常饱满，整座城市在晚上也更加美丽。福冈塔也有爱情锁与心形拱门，可以让情侣在这边拍照打卡。大家真的可以来福冈塔看夜景，非常漂亮又浪漫哦。因为福冈塔的电梯算是蛮小的，所以我们排队排了一阵子。我们就在它楼下的全家买了一盒小炸鸡跟这个布丁，听说这个布丁超好吃。我们上个月去北海道的时候跑了好多间都没找到，今天居然在福冈找到了，赶快来吃吃看。它的质地超不像布丁的，有点像在吃比较水的奶酪。它的外层是比较滑顺的口感，然后它里面是比较扎实 Q 弹一点，吃起来可以吃到2种层次，蛮好吃的，奶香味很浓，是不错吃的奶酪。然后它的炸鸡呢，完全不热 ，Lawson 炸鸡大胜。要怎么前往福冈塔呢？在天神站附近搭302或 W1 公车都能抵达。今天的晚餐我们要吃这间面屋煎虎。面屋煎虎是在天神这边号称必吃的沾面，但它非常的浓郁，而且辣味是真的非常辣。但因为我们不太敢吃辣，所以我们就是吃原味的浓厚沾面。中午吃那个葫芦寿司的时候，把太多现金花掉，现在没有钱去本店吃付现金的，只好来 Paco 吃这边可以刷卡的。那我们现在是晚上9点来吃，还排了一大排人，排队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上菜啦，快饿扁了。大家看看它的面超 Q 弹，超 Q。这个软 Q 的程度真的是超级夸张，然后这个沾面的浓稠度非常的浓厚，我没有再吃这么浓厚的。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吃根类很勾的那种口感，不知道沾起来我会不会喜欢。好像还行哎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好吃。可能是它的这个汤底是可以吃得到那种鱼的鲜味的，而且它的汤头啊加了非常多不同的香料啊，还有一些肉去炖煮，整个层次是很丰富的，还有很大块的肉。哇，它这个肉咬下去入口即化，超赞的。然后它这个浓厚汤汁，我刚刚加了一点汤进去，把它稀释就可以当汤喝，但是那个热量应该超级高，所以请酌量服用。最后再用这个面沾这个汤，再吃一次，3种不一样的风味都可以在一个沾面一次达成。哇，来吃吃看它的饭，好香哦！好吃，它可能混在一起，然后蛋汁也都包在一起，整个口感是很棒的。然后再带有一点点微呛辣的口感。这间面屋煎虎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沾面，大家来福冈的天神一定要记得来吃哦，好吃。要怎么前往面屋煎虎呢？搭地铁机场线到天神站，面屋煎虎就在 Paco 百货里。午餐我们要吃一间听说很厉害的烤鱼料理，就是这一间炉端。它的外面就已经有一个大大的鱼字，可见它的烤鱼料理应该是很厉害的吧？赶快来吃吃看。他们只有
跟蒲烧定时2种可以选。这是一间看起来很欢乐的店，所有的员工都还有上他们的本子里。排盘超美，鲑鱼直接放在一块石板上。我先来吃一下它的鲑鱼卵，很新鲜。来吃它的鲑鱼，活像是比较重咸一点，但是吃进去的口感很棒，是入口即化。然后新鲜现煮的米饭，还看得到烟。哦。新鲜现煮的真的是很赞，那口感超棒。接着来吃大块的烤鲑鱼，撒点柠檬汁。烤鲑鱼的火候处理得非常好，不会像有一些鲑鱼又干又硬又难咬。他们家的鲑鱼保有了水分，肉质也很鲜嫩，是非常有水准的烤鲑鱼。看我吃的清气溜溜，就知道有多好吃啦。要怎么前往芦端呢？搭地铁七灰线到六本松站，步行3分钟就能抵达。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大豪公园。大豪公园是福冈最大的城市公园，它有一座很大的人工湖，它有4座桥可以通往大豪湖的中心。其中最靠近入口处那一座最大的观月桥，同时也是福冈市的有形文化财。那整个湖面非常漂亮，而且还有天鹅船可以踩。大家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租船从湖中欣赏整个大豪公园。那这里原本是福冈城的护城河，后来呢被改建成这个公园，然后就成为市民非常喜欢的休闲场所。我们现在天气风和日丽，在福冈大豪公园这一边散步，就可以享受福冈市非常悠闲的这种氛围，超棒的。大豪公园里面有一间很漂亮的星巴克，跟我们明天要去的太宰府那边的星巴克并称为2间福冈最美星巴克。我们买了一杯福吉茶拿铁，坐在湖边喝，一边看风景。波光粼粼的湖面真的好漂亮，在大豪公园待一个下午都不会无聊。在大豪公园的南侧还有一个隐秘的日本庭园。这个日本庭园，它是用日本传统的庭园技术建造而成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庭园里面非常漂亮，是很古典的日式庭园，古色古香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小池，还有各种树木，还有一些小桥流水，真的是很漂亮。来这边可以好好放松心灵。这里的气氛真的很棒，付个250日元进来这个日式古典庭园散散步，非常惬意。日本庭园的旁边就是福冈市美术馆，这个美术馆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。它的广场那里有一颗很大的黄色南瓜，是草间弥生的作品，很多人也会来这边跟他拍照。喜欢逛美术馆的文艺青年也可以来这边逛逛展览哦。要怎么前往大豪公园呢？搭地铁机场线到大豪公园站，步行3分钟就能抵达。日本庭园与福冈市美术馆也都在公园南侧。我们现在入住今天住在中州川端附近的威斯特酒店，里面的空间呢比昨天的小一点，不过它格局方方正正的，走道的空间也都还是蛮大的。它在细节方面是比较好的，像它房间整个就是新很多，看起来很干净，而且厕所算蛮大的，还有一个超大的镜子。它的衣服看起来也比较有质感，黑色的，还给我们一个袋子，这样等一下如果要去泡汤的话，就可以带一些脏衣服跟浴巾。要怎么前往威斯特酒店呢？搭地铁机场线到中州川端站，步行3分钟就能抵达。下一个福冈的必玩景点是中州屋台街。中州除了是日本3大红灯区之一，同时也有日本最有名的屋台街，可以体验浓厚的夜市文化。那这边呢，有各式各样的小吃摊贩，有多达100多家这种
露天的屋台，所以想要体验日本的夜市文化，来中州屋台就对啦。这边有最多样的摊贩，明太子啊、拉面啊、烤饭团等等都能在这里吃到。福冈的屋台兴盛于2次世界大战之后，那时候因为经济萧条加上粮食不足，所以很多人呢战后要维持生计，就开始在路边摆起这个所谓的屋台。全盛时期有高达400间的屋台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卫生法规啊，还有交通法规等等的限制，所以就让屋台渐渐没落。那后来因为所有的摊贩他们就集合起来，说不能让夜市的灯火消失。后来就完善了屋台的自治条例，就重新又繁荣了起来，就变成现在屋台的样子。要怎么前往中州屋台街呢？搭地铁七威线到结田神社前站，步行5分钟就可以抵达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福冈市区美食逛街之旅。我真的觉得福冈不愧是美食之都，超好吃。福冈塔夜景、漂亮的结田神社，还有悠闲的大豪公园，我都很喜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太宰府天满宫，还有九重梦大桥跟别府地狱谷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